他有什么想吃的，就抓紧给他买点吧。没救了吗？他是饿的。您这里有吃的吗？你问诊费交了吗？能给他2个山楂丸吗？我可以送你2包砒霜。瓜子怎么卖5文钱一斤。别浪费。我兄弟快饿死了，能给我兄弟口饭吃吗？我可以在你们府上刷盘子。我们老爷今天办寿宴，管事的都在忙，找工作或者要饭，你们去别的地方吧。久闻刘大侠乐善好施，在江湖上名声特别大。放下来。跟大佬庄小弟混进去。你现在全身散发着尴尬，把腰板挺直了。
二位，是哪家公子？恕我老仆眼拙，没认出来。如果尴尬能当饭吃，那我跟北夏也就不用去参刘大侠的寿宴了。可惜，我们连正餐都没听到，就被识破了。尾款可能要等我们开业再结，这段时间资金都用在咱们两家的宣传上了，希望季掌柜能理解一下。玩笑开大了吗？开工的时候，您为了节省批款流程，跟我商量，希望我能先垫付材料费。我垫了4500两，然后我带人在你那儿干了3个月的酬劳加设计费是500两，加起来是5000两。可算上今天的，你一共只给了我3500两。你拖尾款我理解，但拖3成尾款没这个规矩啊！况且还包含了我垫的本金。就10天，10天之后无论如何，我先把你的钱还上。希望季掌柜你能通融一下。通融，绝对通融。70两，70两，70两，每人70两拿好。距离承诺每人100两还差30两，也就是还差3成。等柳二公子结清3成尾款，我再补给你们。但你们要相信，那种到了最后结款日仍不结3成尾款的事情，绝对不会发生在柳家身上。哪怕柳家吞了咱们3成尾款，咱们也不能到处去造谣说柳家闹鬼。在此之前，如果柳二公子对装修上有任何问题，也请随时联系我们。有问题我自己解决就好。你们还是把精力都放在7天后10家商铺的准备上吧。孟大师在之前的破鬼行动中表现出众，您当时想要的奖励是碧灵丹，我和家父申请过了，家父也觉得孟大师居功至伟，太感动了。可这碧灵丹作为我们柳家的传家宝，只剩1颗，所以他是啥？碧灵丹残丹。口感很圆润。残次品的残，俗称药渣子。虽然是残丹，可它也能发挥正丹药效的1%左右。你们柳家不讲究啊？哎，这种话怎么能当着面讲啊？好久不见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你怎么还在梦影茶？我工作在这儿啊。我们进去了3个月，什么热闹也看不着。应老板居然没把你辞退。应老板怕我太无聊辞职，还给我涨了1两月钱。别忘了，我们有分红。那你们能拿着工钱放假吗？哥，行吗？行吗，哥？我能叫您哥吗？你如果想让我把这颗残次品分解再重组，未来7天就安静点。陈贵的，你心情不好吗？非常不好，资金链断。我懂。学我。世界美了。别批评我。走，我们去炸了柳家。望季掌柜言而有信。我半个月前订了2000斤冰刀了吗？不仅冰到了，我这儿还有硫磺、硝石、木炭，以及一句口诀：1硫2硝3木炭，你自己悟。未来10天所有货品的钱款以及冰钱，
还差你121两，先欠着好不好？听说你们无名百货什么都卖，有货需要我代理吗？你们听说过忧郁的尺吗？没听过。略有耳闻，可以卖。如雷贯耳，啥都卖。这个忧郁的尺是测量仪器吗？它不是个物件，他是个人，是一名作家，一位诗人，一颗即将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。没听过。听忧郁的尺这个名字，就能感觉到这个人应该很有钱。但没啥前途。他很有钱，但是和他的才华相比不值一提。他也很低调，虽然出了一本诗集，但还没有正式发售。你们没听说过，也很正常。一直都说没听过。那这本诗集，您带在身上了吗？巧了，我身上还真带了一本，你们可以传阅一下。从现在开始，叶武之和严四方不许发表意见。三希，你怎么看这本书？朗朗上口，口口相传，传世佳作，坐井观天。坐井观天指的是我在看到这本诗集之前的人生。没错，这个忧郁的尺之前乔装打扮找书商寻求合作，但被坐井观天的书商拒绝了。为什么要乔装打扮呢？不要发表意见。提问也不可以吗？提问可以。请问乔装打扮是他见不得人，还是他的作品见不得人？因为他怕书商冲着他的社会地位，直接兜售了他的书。这样一来，书商认可的便不是作品本身，而更会有一些卖菜的、卖水果的、卖杂货的，甚至卖百货的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你所有的下游商户会为了讨好你而大批量的购买这本书，那就糟蹋了这本书，对不对？他们不惜糟蹋自己也要糟蹋这本诗，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？从现在开始，你连提问都不可以。哦，原来忧郁的尺就是您啊！又帅又有钱又有才，完人呐！掌柜的，我们有机会兜售这本传世巨作吗？我们有机会亲眼看到这颗星星冉冉升起吗？这本书可以留给我吗？我想让我的子孙几千年之后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上残存的智慧。哥，我可以叫您哥吗？如何？只是卖书这么简单？我想成为畅销书作家。可卖书怎么证明你是畅销书作家？我今早印了10万册，明天再加印10万册。你们帮我把这20万册全部卖掉，我自然就是了。整个暮云城才10万人。我知道，但我想像孟三希说的一样，除了人手一本之外，还要给子孙后代留一点残存的智慧。1000册，20万册。劝劝你忧郁的尺哥，物以稀为贵。你想想夜壶，每家都有，但他们会用夜壶传世吗？夜壶跟他一起传世，也算是有个伴儿。你听他多酸呐！就是因为现在这本册子在我手里，他们也红，他们就争啊，他们就抢啊，这样这本诗集的价值自动就体现出来了。咱差的是钱吗？咱要的是流芳百世啊！那就100册。那索性只卖1册吧。也得给百姓一些抢的空间啊。好，我在店里开一个空间卖你的书，不过我这次买的货，你给我打95折，不过分吧？合理。我卖掉100册后，你给我打7折，把2.5折的差价还给我。成交。我会亲自乔装打扮在你们店里盯着，你们不能找书托，也不能暴露作者是我。
而且价格要和畅销书《安格林预言》一个价。可以。哎，掌柜的，您回来了。这3个月辛苦你了，生意还好吗？已经牵扯到商业机密了，这你要听吗？你没发现你现在站的位置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吗？前2个月一般，可这2天生意莫名其妙的好起来了。看样子柳家已经开始宣传了，这3个月的折腾总算没有白费。即便如此，还是难以原谅柳家。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混吃等死了？完全不够，我们卖的商品没有任何特色，或者说硬白尺卖给每个商户的东西都是一样的，这个短板短时间内无法弥补。如果想让全城的百姓记住我们只能另辟蹊径。这就是我采购这些兵的原因。等后半夜硬白尺带兵过来，我们就把这些兵存到地窖里。你做一个类似抓鬼那天喷烟的机关，到时候把地窖里的冷气吹到楼内。这个楼内包括2楼吗？当然。那以后我们卧室就很凉快了。掌柜的真讲究。这种话也不要说得太早。一会儿你们先把2楼清空，包括你们的锅碗瓢盆、床榻被褥，然后把2楼所有的房间改造成书局、日用杂货、胭脂水粉、布匹绸缎和文房四宝的区域。之后1楼我们只卖瓜果蔬菜。扩大店面是为了容纳更多客流量，冷气是为了让这些客流量在炎炎夏日有一个舒适的购物环境。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这家有冷气的无名百货就会成为全城最有名的店。请问，最近的不久的将来，也就是今晚，我们睡在哪儿？如果不是硬白尺异想天开，我们连租房子的钱……掌柜，您总算回来了。工钱确实该给你们结了，多少钱？算上提成，一共8两。我给你们10两。他说的是8家平摊后的工钱，实际上在你们走后不久，其他7家就不再雇佣他们了。所以过去3个月，他们都只是宣传我们店，只拉了我们店的客人，还每天帮我搬货物。连邱伟白也不再雇佣了吗？邱掌柜不在，疯人院的掌事终止了对我们的雇佣。之前说好的，他们凭什么反悔？之前他们是痞子，电商是软柿子，现在他们成了软柿子，那原来的软柿子自然就成了痞子。8864，70两，找零。不用，您给我们8两就行。用，但用不着你。64两，可不可以先支付你50两，剩下的尾款？我们掌柜的绝对不可能干这种赊欠尾款的事儿，否则他就变得和柳家的人一样不讲究了。我这儿刚好还剩14两，借给你，你一定要收下，不然他就没了。14两前面的56两，兄弟，是死在赌场里了吗？暂时被俘而已，我会去救他们的。你不想凑100两了吗？我就是太想凑了。接赌吧。可你是什么时候去赌的？去硬白尺那儿之前呀，不然我怎么懂你资金链断了的痛苦呢？算我借你的，到时候我给你利息。连本带利可以还我100两吗？把交易结了吧。那您以后还雇佣我们吗？您不用为难，我们也可以找别的营生。接下来，正是削你们的时候，把所有人都叫来。
狠了！你是不是觉得给人家64两心里亏得慌，使唤他们一晚上，让他们一大早去拉车？我们同样干了一晚上，一会儿还得开业呢。不要抱怨，好好工作，早日让掌柜的赚到钱，早日让掌柜的还我100两。要不是我昨天看到那14两被你们俩推来搡去的，我还真以为你在这家店里有股份呢。就累这么几天，干完这阵儿我给你们放假。不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上次说完这种话，我们连续3个月没有休息过。好不容易熬过了3个月，你又把这句话续上了。你们听，城门开放的钟声响起了，新的一天也开始了。你们难道对来我们新店的第一位顾客不好奇吗？不好奇。掌柜的，早上好。你们听一听老丁的声音，中气十足。他睡了一宿。你在哪儿睡了一宿？掌柜的，我们今晚睡哪儿？老丁，你今天仍负责收银，我们剩余的4人要分成2组，一组负责接待导购，另一组负责卖书。我是接待组组长，组员严四方；孟三希是卖书组组长，组员叶武之。季掌柜，早上好。叶老板，早上好。开工。这什么？哎，真的好凉快啊！到底怎么做的？哎呀，是从这猪馆里传来凉气儿。这个哪里有卖的？我也想给家里装一个。刚才我问过掌柜，这后面是个冰室，可贵了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姨娘，进来感受更好。季四小姐，你应该说现在你也是季掌柜了。我会说原来传闻是真的，然后你会说现在是传闻，将来是传奇，100年之后我将会成为传说，那是一定的。哟，嘴这么甜，又想抄啦？不仅我想抄，全城各大商户都有这样的想法，只是现在城里没有兵。不过就算等过一阵大家模仿起来，百姓也只会记得第一家有冷气的店楚云英百货。倒数第2句，再重复一遍。就算等过一阵大家模仿起来，够了。等其他商铺模仿起来，我们便不会再像这2天这么忙。所以我说过一阵给你们放假，为什么不信？你还有事要问我吧？这位忧郁的齿占了你们车队1半的宣传位，想必他的特点除了忧郁，更应该很有钱吧？别说出去。你这个人情要是做成了，以后各大商铺很难撼动你这个店的地位啊。你操什么心啊？你又不需要从他那进货。对，他的东西在我看来又低端又没利润，我称之为亲民价。亲民价？亲民有价吗？你要补亲民的价吗？你们俩干嘛呢？再看他们读什么书。这里的100本1本都没动过。你们俩是期望他们自带了一本诗集站在这里读吗？你上哪儿心好了？就算不为了我，也要为你们掌柜的。他资金链断了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
接下来你们的温饱也好，福利待遇也好，完全看我能不能给他7折的优惠。他竟然不是个傻子。能写出这样伟大著作的人，怎么可能是个傻子？省省吧，我昨天任你说尽那套词，就是为了看清你对我的认知。没想到你真的把我当成傻子，我好难过。所以你根本没印10万册，对吧？这100册都是我今早刚印的。你以为我找季掌柜卖书是冲着你们的破店吗？我是冲着你啊！我不管你用什么蝇营狗苟的方法，都要把这100册卖出去。嘿，哇，哟呵，咦，这书写的真带劲儿！公共场合是不允许看色情书籍的。你看看，这不是色情书籍。不是色情书籍，有啥好看的？你看的也不是色情书籍啊。我看的是文学巨著《安格里寓言》。我看的是文学巨匠忧郁的尺写的，忧郁的尺的忧郁的诗。那你看呗。看就看。嘿，哇哟呵，哎呀，这书写的真带劲儿啊！倒是也想想办法。太好看了，戏过了啊！今天成绩不错，1本没卖出去，我明天还会再来的。客人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。这是今天的流水，全部兑换成瓜果蔬菜，和明天原有订单的基础上一起拉来。好看吗？从没看过如此真挚感人的诗句。你以前喜欢读谁的诗？以前没读过诗。别演了，再演一会儿眼睛就瞎了。掌柜的，我们今晚睡哪？我替掌柜的回答你，还想睡哪儿？你看这不是都空了吗？我们可以在这里将就一晚，覆盖卷都在后院堆着，拿过来就可以了。半夜睡觉冷气还开着，也不会觉得热，是不是啊，掌柜的？有一点你说错了，晚上没有冷气，他刚刚已经让我把主管堵上了。我原来洗澡在楼上，现在要在后院洗了。你们真的这么看我吗？虽然我真打算这么做，但你们真的这么看我吗？乍一听，还觉得是我们做错了。覆盖卷也别搬了，直接睡后院吧。世界美了，怎么可能一文钱不留？今晚我们睡客栈，再吃一顿大餐。要报官吗？不报官我就去后院拆行李了。
带上行李，跟我走。